枫丹的最后一个版本还有新角色上市，真的是开放注册制以后 IPO 确实有点猛。那么 MADI 的价值在哪里呢？本期我们许久未见的远古玩家专题就来分析一波。从前瞻的 IPO 资料来看， MADI 是经营着枫丹知名香水企业的一个后台副 C， 技能效果类似于8重绳子，操作方式类似海祈岛康养标的的星海。你看，这是星海的水母，一次释放持续12秒，只要在12秒快到的时候释放元素爆发，那么就能刷新水母的持续时间，从一个中轴的长度变成一个长轴全覆盖的技能。所以假如 MADI 的元素战绩和8重的时间一样长，那么明眼的投资者就会发现 MADI 的优点就是它的后台挂草能力和技能的持续时间。相比草元素概念的龙头纳西达，在搭配长轴队友的时候，它更不惧怕转火。相比白族呢，它不需要投资者额外多买几手。在这点上，须弥卡牌俱乐部作物激化能手赛诺表示非常满意，现在已前往枫丹积极的展开合作交流。所以作为草元素角色当中第3位拥有低成本长时间稳定挂草能力的角色，我认为这就是 MADI 当下的一个角色价值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投资陷阱是，目前已知需求长时间稳定挂草的草元素体系的主流队伍，除了赛诺这个长轴的标的，其他都不太需求 MADI。再加上 MADI 是一个走燃烧特化流的香水化工企业，所以作为投资者要考虑的问题是 MADI 业务的拓展方向。虽然目前有小道消息传言它的强度非常高，但懂点行的投资者都知道，什么强度高不高的都是糊弄新手投资者的，老道的投资者看的都是赛道的发展潜力。单个标的强，但行业体量不够大的话，也是滚不出赚钱效益的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分析的是 MADI 和燃烧打法在未来的发展前景。那作为枫丹最后一个交易周期上市的标的，可以肯定的是和纳塔一定有合作。毕竟你想 MADI 在 4.8 的下半，而下半是有纳塔的开门前瞻的，届时首批纳塔上市的企业就会披露自己的 IPO 资料，这个时候才是投资者决定是否买入 MADI 的真正决断时刻。纳塔新标的的资料一介绍，他们的经营模式、业务方向，大伙就知道了，然后就能确定 MADI 真正的价值到底如何了。那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，把决定放在纳塔开门的前10天是最稳妥、最不会出错的。如果只从当下去判断，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片面。当然，我们用仅有的资料也可以做一些推理，比如说燃烧会给角色本身挂火，造成伤害，而现有月卡武器聊聊棒的附着应用规则，或许会让燃烧成为战斗时候的一种额外增益手段。那么 MADI 对于燃烧抗性的天赋就有一定的应用前景。而 4.8 前瞻披露的3个纳塔单位分别是草水盐。如果纳塔对燃烧有一定的设计，那么早期的方向可能是燃征战、燃烧增幅，所以 MADI 应该是燃烧体系开始的标志。但是我觉得无论燃烧这条赛道是否会成为纳塔的一个主流赛道，这个赛道核心的标的应该说还是没有出现的。持币观望虽然说很保守，但是非常的稳健，而且 CEO 本身的气质和风格呢，也是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。那么以上就是对于 MADI 的一些前瞻性的分析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